我瞒着父母改造了家里的老房子，想给他们一个惊喜。事情是这样的，我特别想有自己一个独栋别墅，远离城市，享受田园生活。于是我回到了老房子，这门锁我是真喜欢。老房子一共有3层，还带个院子。我看这柜子啥的就不需要了，再把水电解决一下，上楼看看。哇，这空气，这景色，实在是棒极了。于是我拿起手机。你衰仔啊！總之唔係貓金，你中意住邊就住邊啊 Nice。我看这空间也不是很大，决定用1个月工资把老房子彻底的改造，给爸妈一个惊喜。说干就干，先把这些都清理干净，这些该拆的都拆了。咱们先恭恭敬敬的把福德宫请走，保佑我改造一切顺利。接下来就是家具，把里面的东西清理出来，能用的必须留着，每一个物件都充满了回忆。残破的老旧家具虽然不重，就是体积比较大，这么搬出去实在是费劲儿。打碎就好多了。上面的横梁夹板已经老化变脆，拿来咱们向村口老大爷借的长扫把，把夹板捅掉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横梁我也不想要，只是暂时我没有工具去弄掉它，不得不佩服，这质量秒杀现在的多少工程。这样搞下来实在是累，装修师傅是真不容易啊！但既然开了头，就必须干下去。第1天一切顺利，但是这个横梁是真的费劲儿。还有这个吊扇，大家帮我想想，到底拆不拆，还是清洗一下留着继续用？但这都不是事儿。我向村口的大爷借来了长梯和锯子，有朋友评论希望把风扇留下来，我看能不能把它拆下来翻新一下。老房子有4米高，借来的梯子刚好能够着。说实话，我有点恐高。没想到这种老式的吊扇拆起来这么容易，只是这根电线让我有点措手不及。这电线我就这么剪断，应该没啥大问题吧？在我的印象里，村里的老房子都有这样一根横梁，但我想在这里建个吧台，所以必须拆掉它。几十年前的横梁虽然看起来不堪一击，但是没想到还是这么结实。到后面我怎么使劲都锯不动了，只能用锤子碰碰运气。原本不抱什么希望，就在我以为要宣告失败的时候，这让我想起了上学时候听过的一句话：你永远不知道成功会不会在下一秒到来。还好我没有轻易放弃。客厅算是清理完毕，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横梁掉下来的那一刻，突然想起了奶奶做的饭。瞒着爸妈改造家里的祖屋，想要给他们一个惊喜。清理完客厅，我打起了院子的主意。这里我以后准备做围炉烧烤，所以需要一个操作台，像这样。我准备把这个不实用的水房砸掉，拓展我院子的空间。为了节省预算，我决定亲自动手，拿起我的大铁锤，小小水房一锤击倒。我承认我小看了这个水房，我也承认我高看了自己，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好危险！房顶竟然放着石头，再砸一锤就要掉下来了，赶快把它们清理掉。我的大铁锤，你怎么就走了呢？还好我有村口的大爷，撸起袖子加油干，看我砸倒小小水房。转了半天就掉了一整地。上不了，这几个。休息好了，继续干。终于把水房砸倒，这个铁皮还得清理一下。在扯铁皮时，竟然闪现了火花，原来是碰到了电线，实在是太危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太阳也快落山了，明天我们继续。瞒着爸妈改造家里的祖屋，想要给他们一个惊喜。回到老房子，想把它改造成这样。经过前面的辛苦改造，老房子已经被我改造成了垃圾场。只希望父母不要看到。我准备把大门翻新一下，种点小花，防止邻居向我父母打报告。说干就干，先去挖点小花种起来。果然有了花，房子就有了生机。再跑一趟五金店，把油漆、刷子和砂纸准备好。
拆下大门的桃符，有关无怪。戴上防尘口罩，拿起向村口大爷借的打磨机，破落大门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的准备。身边没磨到。换个打磨头，继续打磨。开始刷漆，没想到我调出来的颜色还怪好看的。吹着微风，听着鸟叫声，就算是在干活，也感觉很惬意。经过一下午努力，终于完成了。掉在地上的油漆，只能以后再想办法。翻新过的大门在阳光下太好看了。我长大了，我回来了。我对后面的改造越来越有信心。瞒着爸妈改造家里的祖屋，想要给他们一个惊喜。经过前面的改造，房子已经彻底没法住了。开工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搞下去。我准备给房子外墙来个大清洁，说干就干，马上找村口大爷借来喷水枪。当我准备开工时，发现喷水枪缺少一些零件，根本用不了。我只好跑一趟五金店，搞了好久才终于把零件凑齐。老房子水电虽然老旧，但勉强还能用。开启今天的清洁之旅。阳光下的水花也太好看了，石板也不能放过。看着青苔一点点被冲掉，实在太解压了。我喜欢这种感觉。终于冲好了，胳膊都酸了。来，一起看一下成果吧。老旧的插座用起来还是比较有危险，所以得尽快找电工全部换一下。朋友们，我们下期见。我瞒着爸妈改造家里的祖屋，要给他们一个惊喜。为了尽快住进我的老房子，催了半个月的电工师傅终于来了。其实我一直纠结包工包料还是自己买材料，还是不请师傅自己摸索着搞。和几波电工师傅交流之后，最终决定自己买材料。2个师傅1天300，帮忙做完整个房子的电工。我想着我也可以帮帮忙，学习一下。以前的电线都暴露在外面很难看，然后老房子的墙是这种石头的，所以开线槽也费劲，就只能选择 PVC 管包电线，还稍微好看一点。跟师傅大致交流了整个房子的电路的需求，师傅也很快就把需要采购的清单总结出来了。到最近的五金店进行大采购，热情的老板娘还给打了折，含税损失2083。还好我的预算足，打了折我咋感觉也不便宜呢？万事俱备，开工大吉。客厅我需要大空调，还有轨道灯，所以这边需要大插座，也需要多一点插座，毕竟这边要做吧台，可能还有很多需要用电的电器。中间这里是放个风扇，还是非常奢侈的大吊灯，我还没有决定好。每个房间至少需要一个插座和一个灯的开关，我决定把插座放在墙的下部，不像以前都在中间高度，使用很不方便。大门口我需要入户的装饰灯，像这样的洗墙灯，还有顶部需要个非常亮的大灯。灯具后期我慢慢淘吧。楼梯这边也要一个很好看的灯具，这边得留线。庭院之后也需要用电和灯光秀，让师傅开个口留了线出去庭院。暂时只能想到这里了。开始干活。冷雨撲向我，點點紛飛，此間高溫波濤由你湧起，個個說我太狂。師傅幹活很利索，效率很高。我想幫忙，其實也幫不上。拆家倒是依舊很在行。还好我没有逞能自己爆改电路，要不然又没效率又有安全隐患。不过我感觉我学到了不少，之后的电路如果有调整，我感觉我可以自己干了。我又开始自信了。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瞒着父母偷偷回老家躺平，把3层带花园的老房子改造成这样。院子的围墙我打算把它砸了，改造成这样。你看这一晃就倒的感觉，砸。为了节省预算，我决定自己动手做院子的栅栏和竹门。这就去问问村口的竹子厂，本来以为会很贵，没想到才30块1捆，马上买了2捆回来。我自己精心绘制了专业的设计图，从小就看爷爷做工，我肯定也信手拈来。果然，我又过于自信了。这竹子这么难锯吗？可能是我的锯子有问题。再难也要锯。没想到这次村口老大爷翻车了呀！连接气枪的气泵可能放太久了，一插上电源就冒黑烟，给我吓的。去问了下五金店老板，他说修不了。我还想给他回收了再买个新的，谁知道老板压根儿不想要。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村口大爷又给我搞来一台能用的气泵。哎，好用，哎，顺手，哎，不对，这都没钉进去啊！竹片弧度太大了，最长的钉子都不够长，只能先用铁丝固定。一个下午的时间，一个田园风的竹围栏搞定。上山砍点竹子，给后院做个门。先做个篱笆，找找做竹工的感觉。从村口大爷那里借来的切割机，开始把竹料切割合适，再用气钉枪钉起来。做完效果非常满意。竹门我打算用细条竹子铺开，像这样。于是我把做栅栏剩下的竹料收集起来，开始根据我的设计图制作竹门。我打算用2根粗竹子开槽，那样细的竹子就能卡进去固定。切割好凹槽就要开始拼装，原本以为这是最简单的，没想到困难才刚刚开始，任何一点对不上都要重新调整。细竹子卡进去，总会有一头掉出来，我真是太懒了。一定要很小心，一根一根对齐，太考验我的耐心了。做好以后有点摇晃，莎士比亚说过三角形最具有稳定性，于是用竹片把4个角固定，这样就彻底稳固了。有了第一个门的成功，我自信的想继续做第2个，却发现竹料已经不够了，果断想上后山砍一点。就在我为节省几10块钱而高兴时，却发现新竹子颜色太翠绿，根本用不了，只好去竹子市场再扛1捆。村里的环境也太舒服了，竹子铺开也很解压。有了前面的经验，第2个门很快就做好了。明天就请泥水师傅过来，把围栏和竹门都装上去，真期待看到成果。今天翻大车，这怎么这么歪？哎，这操作台不是我想象的这样。瞒着父母偷偷回老家躺平，我打算用1个月工资把3层带小花园的老房子改造成这样。今天是院子的大工程，联系的泥水师傅来了，任务艰巨。外墙需要砌起来，老的卫生间需要加高，还有最爱的土灶要翻新一下。院子还需要个操作台，方便以后朋友围炉聚餐。总共需要多少水泥和沙子，师傅也没有确定概念，只能让我先去买一些。10袋50斤的沙子花了120元，6袋120斤的水泥132元，不知道价格如何，优点就是近。事不宜迟，马上开工。2位师傅在和水泥，我开始砸墙。
这一面墙可比水房子好砸多了。看来爷爷当年建房子也有偷懒的时候，砸下的砖还能回收再利用，一块砖最少能省5毛钱。村里的卫生间都在室外，跟师傅说我要把卫生间加高，之后里面要好做布置。我还叫了回收站的老板过来，帮我把水房的铁皮拆了收走。师傅砌操作台，我砌洗手台，我怎么感觉比师傅砌的还快呢？最后洗手台成品我还是很满意的，就是有一根柱子好像砌歪了，不过问题不大，以后再装饰一下。师傅砌的，这操作台不是我想象的这样啊，还有围栏，我就少看了一眼。泥水师傅已经帮我建好了，看这里，这怎么这样歪？咋修复呀？请师傅还得多留一个心眼啊！我决定换一批了。朋友们，下期再见。瞒着父母偷偷回老家躺平了，我打算用1个月工资把3层带小花园的老房子改造成这样。上次请的泥水师傅翻车了，没办法，就换了3个师傅，工作效率马上就不一样了。今天就要把院子的全部泥水工做完。我要在围栏这里砌一个花坛，重点花掩饰一下那根歪的竹子。师傅很快就领会，看这手法，一点点往上糊水泥，太舒服了。你又話對個心傾，又要自作多情。旁边那根之前砌歪的柱子，师傅一直吐槽不好抹水泥，他不会以为我为了省预算自己砌的吧？我嘱咐师傅一定要把灶台修好，以前奶奶就在这里做的饭，我以后也要用这个灶台继续做饭。哎呀，我話你都使咗唔少錢嘅啦。呢啲係閣下嘅事啦。哎呀！我也不能闲着，要把院子清理干净。开始安装之前做的竹门。我做的这2道小门，原本以为翻车了，没想到安上去之后，田园风一下就出来了，我非常满意。院子的水泥工终于做好了，以后还要装饰一下。看着小时候住的房子一点点的改变，好像曾经的回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我要继续加油改造，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把老房子庭院改一改，也用不了多少钱。大家对我的工资有多少都很感兴趣，以后每期我就给计算一下。改造老房子1个多月了，广东回蓝天，连续半个月的下雨天终于结束了。趁天气好，我决定先把庭院改造一下。看了很多网上其他人改造的庭院，今天先把入园花坛搞定了。上次干活剩下的砖头和水泥沙子正好派上用场。这些在前面视频用的水泥沙子陆续进货，总共花费10袋水泥220元。沙子非常多，但也不贵。2吨左右，总共才600元。虽然没有经验，但是很能干的我，像个熟练工一样，很快就做好了。对不起，我装的。还是很简单嘛。然后我又异想天开了，本来想着把这个地给凿了，于是才砸了一点小疙瘩，不能惯着。太深了。用上村口大爷的所有工具，我还是放弃了，直接去旁边的菜园挖点土过来。没想到这么点小的花坛用了7、8车土，和我采购的营养土混合着才够用。
去花卉市场采购一圈，没啥经验和没啥审美的我也不太敢采购。这些花卉加上营养土，合计花费505元。一直审美不在线的我，先搞到这里吧。感觉还需要更多绿色和花卉，之后骗个审美在线的朋友来帮忙。我们下期见。穿上我的粉色战衣，是被刷漆打败的一天。回蓝天刚过去，我就迫不及待地准备给室内所有房间刷漆。先去游戏店跟老板聊聊，因为新手的我啥也不知道。但是选颜色方面，我还是很果断的。1桶雨灰色的主要用于客厅，2桶米黄色的比较温馨一点，用于刷房间。加上其他刷漆用的一些工具，总计花费605元，比想象中便宜很多。自信的我立刻开工，刷每个房间都要摞一次东西，也够累的。先把墙都扫一遍，开始工作。该补的地方补一补。第一次用腻子粉，问了老板，很方便新手。之前拆横梁的窟窿，用水泥和砖头补一补。Von Singapur bis Aberdeen. Wenn du mich fragst, wo es am schönsten war, 为什么扶不上墙？ sage ich, 再加点水泥霍霍。好累呀、es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不得不说，客厅的挑高确实太高了。快刷完了，我才发现地上没有遮挡膜，也没有用美纹纸保护边缘。这么高的挑高，我是真搞不定了。想不到刷漆这么累，也很需要专业度。我决定找师傅来刷。 Herüber. Hey, und schon war die Party im Gange. 一个人350一天，3个师傅一天给我搞完了。晚上回来验收一看，比我还不专业。带大家看看他们的成果吧。这钱我是1分不想给的，但也不能不给啊。以后都不打算再请工人了。一次很失败的刷漆经历。本期总计花费1655。还是看看最后成果吧。 Es war1910. 今天是心灵手巧的涛哥。事情是这样的，之前把水缸砸了，就想着这里设计个景观角。看了网上永动机逐流水，我也想挑战一下。先去竹子市场给老板说了一下我的想法，他立马领会了我的意思，带我去选了几根上好的宝，不对，竹子。我很满意，还没等我走回家，老板就把竹子运过去了，说期待我的成品。又到了锯竹子的环节，竹子累我千百遍。 为了梦中的庭院，我只能带他。哎，不说了，继续干。哦，好累。啊，这速度快多了。哎，锯歪了。老是画条线。 还挺直的吧？夸我！刺到手了，要小心。可以做个水杯，可以吗？这还挺像最近挺火的那个甜品，真是万物皆可利用。
这排气炮搞定了，根本不能用啊！重新再做一根，竹子中间的隔膜不用打穿。果然不能太开心，还好没大事。等它干了固定好，来尝试下，可以搞定。再把周边装饰一下。看着做好的主意，我又想起了爷爷工作的声音。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揭秘最影响改造进度的一大工程。想尽早入住乡村小别墅，卫浴一定要弄好。本以为把之前的卫生间加高一些，弄个热水器翻新就可以了，但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老房子卫生间是旱厕，一到夏天味道直冲脑门。于是我入手了化粪桶，更麻烦的还在后面。请师傅来看了，才发现这个房子竟然没有做排水排污，只能多花些钱让工人帮忙把排水排污做好。看着长路漫漫的排污管铺设，本不富裕的我又雪上加霜。和师傅商量把化粪池放在外面，刚挖好准备放化粪桶，突然被叫停。原因是后面这座房子的主人说我们挖到他树了，因为以后要在村里好好的过日子，周边还是要和睦相处。我又老老实实的把坑给填上了。每天闷头改造，我有些迷茫，我做的这些真的有意义吗？想起自己1个月前信心满满的想给父母惊喜，到现在庭院乱成一团，厕所难以完工，室内又脏又差。不行，我不能胡思乱想。为了回到小时候的乡村生活，我就不能放弃。我决定重新把化粪池挖在院子里，马桶的管道也是铺了拆，拆了补。但是我既然做了改造，我再艰难也要坚持到底。排水排污工程真的影响了我的改造进度，不过历时大半个月也终于解决了。以后再把内墙和外墙刷上漆，房顶铺上稻草，就大功告成。最后还是给大家看一看花销吧。我们下期再见。我这个不大的庭院竟然用了3吨石子，但是最终效果还可以，真是看不得庭院现在的样子。邻家的猫呀狗呀都不想路过，看了网上别人的院子，我瞬间就来了力气，说干就干。先把庭院打扫收拾一下，不要的狠心丢弃。这感觉也太减压了。收拾的时候总是被很多不认识的小朋友吓到。岁岁平安。正好网上订的稻草也到了，涛将军上舰，干劲十足。还有我找老板订的一顿历史也到了，老板从50公里外给我拉过来，食指加运费，花费1400，感觉我是纯纯的大冤种。
本来老板不帮我搬的，但是嫌我搬得太慢，还是动手了。小小石子不在话下。太重了，但又怎么能难到我们家呢？这个小斗车真是帮了我大忙。很快1吨石子就用完了，根本付不完，我估计还要2吨。要想办法拉几个不要钱的兄弟帮忙。不行啊，胖哥！累了不急。不累不累不累。这次骗来了3个不要钱的伙伴帮忙，说带他们健身，不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反正干活的时候，我感觉大家都兴致勃勃，效率也很高。真心感谢我的3位不要钱的兄弟。搬完2吨石子，花费3杯奶茶。终于，我的庭院和别人家的越来越接近了。卧榻听雨、烹茶赏花的生活即将到来，真的太期待了，朋友们！